比特币要2次探底吗？以太坊有可能回到1字头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震荡的过程呢，我们的震荡区间其实是在不断的下跌的。当然了，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区间原本是在这个位置，后来呢，我们到了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们这段行情它是由几个不同的震荡区间所组成的，你可以发现我们这几个震荡区呢，我所画出来的这几个点位呢，它都在不断的往下调。所以虽然说现在是在震荡的走势当中呢，可是其实是稍微偏向对空头比较有利一点的。那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在昨天的行情，我们又往下进行了一点点，而且我们虽然说下破了比较重要的区间，可是我们又很快回来了。当然，这就是震荡区间的特征。做趋势的方式呢，会非常难操作。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在这个位置有一条趋势线，不过我们下破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稍微做判断它的效果其实是不太好的。第一个是它下破的时候，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多大的量能，还好。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呢，你可以发现自从我们到了7万多之后的这段时间呢，其实我们的量能呢就不太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像这么小的量能呢，它真的代表不了什么。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下跌的过程我们的量能没有放大，后面的走势没有延续，然后它的 K 线的长度呢也不够长，所以这个下破，我认为它的有效性就是很低的。那我们又可以看到，其实后面呢，它又在继续的走震荡它并没有走出这种趋势的意思那不过呢，我们最终还是下破了我们在5万8左右的支撑它只要跌破一点点，这样就其实算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跌破了5万8，那么我就认为，照我们之前所讲的那种走法的几率呢，就非常高就是我们的反弹的 ABC， 其实已经在7万3的时候就已经终结了。那我们现在呢，在走的其实是一个5浪的调整当然呢，它有可能调整的非常的扭曲，也有可能走衰竭等等，有各种不同的走法，但结构基本上我认为是离不开这种走法的。好，那我们又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这整个下跌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是高低点在不断的降低这其实也是对于空头比较有利的状况。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我们从比较大级别的周线来看周线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现在呢就在一个2浪的回调当中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在牛市当中的阶段还有这个级别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一轮牛市呢，基本上它走得非常的规范，对不对？它就走了一个5浪的上涨那我们中间2浪的回调，它回调的幅度是非常大的非常大那当然，比特币它也同样可以对应的画出5浪的上涨就对应我们上一轮。不过你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在牛市的初期的时候呢，比特币的强度它相对的强度是要远比以太坊要来的更强的，就像我们在当前所看到的状况一样。那么这个状况呢，到了牛市中期，甚至到了牛市后期呢，会被完全的逆转回来绝对会变成是以太坊比较强势。不过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以太坊的这种走法呢，它在2浪的回调，它的回调的幅度呢就非常深。那当然，我也认为我们这个牛市呢，现在也在2浪当中现在也在2浪当中，也就是我们这个牛市呢，其实我们的1浪在在这个7万4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到顶了。那我们现在在2浪的回调就等于说我们现在的回调呢是针对我们自从1万5上涨的调整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回到以太坊的话呢，你可以发现虽然说我们比特币的话，它回调的幅度呢不会有到那么样的夸张，但是以太坊其实是非常夸张的。我们来观察我们之前在2浪上一轮牛市2浪的回调呢，我们就一口气回调了70%回调了70%。当然有人可能会76%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那个时候是有312的特殊事件嘛，大家都记得新冠疫情。不过如果我们是取我们没有任何这种消息面的推波助澜我们就正常的行情在走，其实我们也是回调了将近70%了，我们就取这个点位。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在2浪回调的过程呢第一个是比特币在回调嘛，那再来就是以太坊它是相对弱势的，所以它回调的幅度它可以打出很深的位置尤其你可以看到放大来看呢，其实我们第1浪上涨的这个幅度就在350几%左右。其实我们现在的上涨呢也就是350几%，我们从800多一直涨到最高4000出头左右，也就是350几%，差不多。那你说我们接下来的回调对不对？市场的阶段是最重要的，我认为我们现在也在2浪的回调当中，那它其实就可以很深它就可以比较深因为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轮牛市，它其实回调的这个幅度就2浪就非常的深那
我们到现在呢到2000啊，也就是回调50%左右，我们现在已经50%了，已经50%了哦，大概50%，也就是2000出头一点点的。那你说，如果说它来测试整点，甚至接下来又有一些这个行情又更发酵的话，它是绝对有可能见到一字头的。不过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停留太长的时间哦。当然，因为我们还是在牛市的背景之下，那甚至有些山寨币呢，我们不是讲垃圾币，不是讲什么迷因币哦，主流的山寨币，有些山寨币呢，它的2浪的这个低点因为我们在牛市的初期嘛，山寨币它又要比以太坊要更弱，那更弱的情况下，它就有可能去跌破我们这个前低点。有可能跌破前低点的，有些山寨币主流的山寨币是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回去复盘一下所以其实接下来有些它可能没什么涨的山寨币呢，它跌破前低点呢，我也不会太意外因为我们在上一轮牛市就有看到这样的状况了。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uy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真的非常划算然后下面点开还有一个 ZooMax 的活动，你只要首充$2000，不用 KYC 就直接送你$30的现金，而且呢，现在还有交易保赔券，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活动是从8月12号到8月26号，记得一定要点击立即参与。点击立即参与之后呢，你只要有亏损的话，2周内有亏损就可以赔最高100U，最高100如果你赢钱呢，当然是可以提币走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非常划算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美股，美股的话呢，我认为我们的回调已经结束了你可以看到我们在4小时级别呢，我们这条趋势线已经突破了，然后我们这个上涨的幅度呢，其实它也是够它也把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这个互换位呢，它也给突破掉了，所以我认为现在美股呢又重新回到我们上涨当中，而且回调呢已经结束了，我们很快。我相信用不了多少天呢，我们就可以再突破我们前面的高点，再创造出一个历史新高。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它可以显示的是全球的流动性下方的这个长条图呢，显示的是全球的流动性。那 K 线当然就是比特币啦。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每轮牛市在要暴涨开始的起点呢，我们都必须突破我们上一轮牛市所创造出来的资金的高峰。这个其实很合理因为只要我们的资金呢不断的增加资金不断的增加，全球不断的印钱嘛，然后就会有那种通膨，这很正常当资金不断增加的时候呢，所有资产的价格其实都会上涨，包括股市当然比特币也在里面然后房市汇市等等甚至车市等等奢侈品等等，其实全部都会上涨。那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突破前高的时候呢，就代表我们现在的流动性呢是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你说比特币它其实就是随着这几波的上涨，随着这几波的资金泛滥呢，然后就开始疯狂的上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当时2016年、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相同的状况那我们其实早在1月就已经突破了全球流动性的历史新高了。不过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流动性增加的非常的缓慢我认为呢，你可以配合一下前面的图表，它是要有这种指数性的上涨它必须要有很快的增长速度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价格肯定就会水涨船高了。那我们现在呢是没有见到这种很明显的资金水位的上涨，只是突破了前高而已当然呢，我相信暴涨离我们呢绝对不会太远。那我们最后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总统的选举吧。现在呢，川普是慢慢他的优势已经消失了，然后贺锦丽最近是势如破竹你可以看到在赌博网站上面呢，现在贺锦丽的赔率就赔率来看的这个胜率呢是有54个百分点在在美国东北部的这几个摇摆州呢贺锦丽都是占有优势的，所以这点是要比较小心一点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这个赌博网站呢，大家下的仓位呢，其实有些人也是下不小仓位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仓位，他们其实下美金下这个赌注并不是什么$10、$20在下赌注，他们下美金是几十万美金、几百万美金在下赌注你可以看到，他当前所持有的仓位呢，就盈利了50几万美金50几万美金的这个浮盈那如果说贺锦丽最后当选的话，他非常有可能是可以赢超过240万美金的所以其实他们下注的这个金额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在 Polymarket 上面的用赔率计算的胜率呢，是绝对有参考的价值的。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